大家好，这里是阅见成长，一个记录并分享阅读心得的频道。如果你有觉得值得一看的好书，欢迎留言告诉我。那么，我们开始吧。有没有感觉一件很奇怪的事？有些人一遇到挫折就崩溃，但有些人反而越挫越强。同样是失败，有人从此一蹶不振，有人却像开外挂一样升级。那问题来了，到底差在哪？我自己第一次读《反脆弱》这本书的时候，老实说真的很痛苦，很多专业名词，很多抽象概念都让我迟疑要不要继续读。但我后来撑下来的原因只有一个，这本书会直接改变你看世界的方式，甚至连快思慢想的作者康纳曼都说，这本书改变了他对世界运作的理解。一，什么是反脆弱？我们先从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开始，脆弱的反面是什么？很多人会说坚强、稳定、耐用，但其实都不是。想象三样东西：玻璃杯、橡皮球、肌肉。玻璃杯掉下去会碎，这叫脆弱；橡皮球掉下去不会坏，这叫稳健；肌肉被训练之后变更强，这叫反脆弱。关键差别在这里，脆弱遇到压力变差，稳健遇到压力不变，反脆弱遇到压力变更好。这个概念一旦懂了，你会开始重新看很多事情。例如疫苗，我们为什么会发烧？因为身体被刻意攻击，但结果是免疫力变强。禁书，越禁止的东西反而传得越快越广。运动，你每一次酸痛其实都是在变强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世界上很多重要的成长都来自不舒服。二，为什么很多人会越来越脆弱？这里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，如果反脆弱这么重要，那为什么现代人反而越来越玻璃心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我们太想避免风险了。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，过度保护。很多父母会帮孩子规划好一切，读哪间学校，选什么科系，走哪条职涯，表面上是为孩子好，但实际上发生时模式，孩子没有犯错的机会，没有承担后果的经验，更没有成长的刺激。结果就是，当他长大后，第一次自己做决定，第一次失败时，直接崩溃，因为他从来没有练过。这就像是什么？就像你一辈子没运动，某一天突然要跑马拉松，不是你不够努力，是你根本没有建立反脆弱。三，稳定其实是一种假象。这本书有一个观点很颠覆，越稳定看起来越安全，其实可能越危险。来看一个对比，工厂操作员，每月固定薪水，工作稳定，积10年如一日。但当金融危机来时，公司倒了，他也失业了，而且他没有其他技能。B， 计程车司机，收入不稳，每天都有变数，不断适应市场，但也因为这样，他会学会不同赚钱方式，接触不同客群，快速调整策略。当大危机来时，谁比较活得下来？通常是 B， 因为他一直在震荡中学习。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观念，小风险是在帮你避免大灾难。如果你把所有风险都压住，那风险不会消失，只会累积，等到爆发的那一天，会一次炸掉。4，真正强大的人
有一个共同特质。这本书把人分成3种：一、害怕变化的人，最脆弱；二、对变化无感的人，稳健；三、拥抱变化的人，反脆弱。真正强大的人不是没遇过问题，而是他们会利用问题变强。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叫创伤后成长。有些人经历重大打击后，不但恢复，还会变得更成熟、更有力量。他们会开始更珍惜生命，看清真正重要的事，建立更深的关系，找到新的可能性。这种人就是反脆弱。5. 那我们该怎么变成反脆弱？接下来是最重要的实际做法。1. 主动小失败，不要等人生给你重击，你要自己去创造小震荡。例如尝试新领域，接有挑战的任务，做可能会失败的事。重点不是成功，而是你能不能从中拿到资讯，因为错误等于讯号。2. 杠铃策略，这是书中非常经典的策略，不要选中间，要选两端。例如职涯，一份稳定工作，保底；一个高成长副业，机会；投资，80%稳定资产，20%高风险高报酬。这样的好处是最坏情况可控，最好情况无限。3. 分散试错，把大风险拆成很多小风险。例如做内容，多测试不同主题；创业，小规模试市场；工作，小专案实验。关键在这句话：控制下行风险，放大上行机会。失败要小，但成功要能放大。4. 为自己的选择负责，真正的成长来自你有代价。如果一个决定失败了，但你完全不用承担后果，你不会进步。但如果你有投入时间、金钱、名声，那你就会认真思考，快速学习。6. 最后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这本书最后给我一个很深的感触，我们其实一直都在反脆弱中长大，只是我们不知道那叫石门。就像古希腊人曾经没有蓝色这个词，不是他们看不到蓝色，而是他们不知道那是蓝色。反脆弱也是一样，当你不知道这个概念时，你就不会刻意运用它。但当你知道之后，你会开始问自己，这个选择有反脆弱吗？这个环境能让我成长吗？这个失败我有没有学到东西？读后心的，人生其实是一个很矛盾的东西，你越想稳定，反而越容易崩盘；你越愿意面对不确定，反而越稳。所以真正的关键不是避免风险，而是让自己成为那种从风险中获利的人。记住一句话，杀不死你的不只是让你变强，前提是你有没有学会变强的方法。这就是反脆弱想教你的事。